我建国要结婚了，可是新娘不是你。给我！我今天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如果我能活得出去的话，我真的想从头再来。一家人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嘛。就算你要跟我翻脸，我也要跟你说清楚了。你一定要小心那个敢亮的我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打一个招呼，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是否已留住？原来我这架钢琴也能弹出那么悦耳动听的音乐。听说在比赛的时候，他们弹的是很名贵的演奏家钢琴，那声音啊，就好像天籁一样。贝多芬会去参加这次钢琴大赛啊？他已经联络了他爸爸，请他帮他报名了。可是贝多芬肯去吗？他一定要去。他爸爸说，这一生都在培养他成为钢琴家，这也是他唯一的技能，所以他别无选择。你干嘛来这里？帮你啊。不用了 ，Stop！ 你这双手是用来干这些粗活的吗？要是弄伤了，怎么弹钢琴？对了，钢琴学校打电话来说，那里11点到1点有空档，我已经帮你订了。我早上已经练了。你是说琪琪的钢琴？那怎么能算是练习？你要去参加的是国际性比赛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老是让我练琴啊？你以为我的生意是白做的啊？那我早餐已经吃了。这是茶点。我看你弹钢琴的时候，全身在那边摇来摇去，头又甩来甩去。你如果不多吃一点，怎么会有力气啊？哎，小姐，看看吧，这些都是新来的，T 恤2件20块，handphone pouch 2个10块，看看吧。对了，这个是最流行的，很适合你。还有这个。喂，干嘛吃的有气无力的？我不要走。啊？我不要走。你不要走，不要走去哪里？你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我都跟你说不要再谈这件事了。反正你不要走也得走。我怕。又怕？你怕什么啊你？一个大男人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。上台弹钢琴而已吗？有这么可怕吗？我如果会弹钢琴的话，早就弹到月亮去了。我走了，就回不来了。都没有人要你回来，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我有你没有你，一样可以过日子啊。可是我不要离开你。到底在干嘛？我最讨厌人家婆婆妈妈了。小姐，我不是在说你啊，就这2个。哦，好。对不起啊，10块。
谢谢。起来呀，快要10点了，专心给我去练琴，不要浪费我的钱啊！佳慧呀，我帮你安排到推车了，位置还不错啊。真的，Thank you Miss 妙。你来 management 交2个月租金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开始营业了。Hello， Miss 妙啊，我看你还是把那辆推车先让给别人吧。我最近比较需要用到钱，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还希望你能够多多照顾我。OK。不过你说我在减肥了。在你走之前，可不可以为我弹一首曲子？这样，即使你不回来了，我都可以记得你弹的曲子。佳慧，干嘛？你不以为我在哭，或者是突然忘记把隐形眼镜拿出来而已吗？佳慧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知道了啦，这里是10格嘞，你要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跟我示爱吧，笨蛋，笨蛋啊你！我不行了，我要去厕所，把隐形眼镜拿出来啊！我爱你。他是个音乐家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，既不是很漂亮，又没有什么气质。他就像个外星人，我就像个地球人。我们在不该相遇的地方相遇，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。我一定要他无牵无挂地回到属于他的世界，追求他的梦想。拜托你啦，注意一下
自己的形象好不好？你怎么说也是一个音乐家，蹲在这里像一个流浪汉一样。念经怎么样？你已经没事吧？隐形眼镜拿出来，没有事啦。那就好。三门口，三门口。啊？你叫我啊？不是在叫你，在叫谁？你不是叫三门口吗？我喜欢你们叫贝多芬。贝多芬，你够资格吗？他是个音乐之神，你也配叫这个名字啊？佳慧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没有怎么，我只是越看你越不顺眼。亏你还好意思说什么我爱你，还在石阁那种地方说这么神圣的话，你要害我丢脸是吗？那我们去海边吧。去海边干嘛？说我爱你。神经病，不断的说什么我爱你。因为我爱你。不用再说了，不管你是在石阁，还是在海边跟我说这句话，我都会有感觉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你听到了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我帮你，不是因为我爱你，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之间充其量就友情罢了。对了，将来你成名了，有钱了，如果你还记得我当初为你做过的一切，麻烦你寄张支票给我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那就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，OK？ 好了，我先去帮你订机票，你不用跟来了，你先回家休息，休息起来了再继续练。刚刚还说爱我，叫他不要自作多情，他竟然男人真是无情无义。上学开心吗？开心，我还参加了篮球队。哇！他每天放学后都留在学校打篮球啊，都不懂有没有读书的。当然有啦，不然我数学测验早就吃鸡蛋喽。哎呀，你在那边牙牙白白呀，你呀拿10分而已啊，还那副爪样。20分是满分，我拿10分已经很好了。对，第一次测验啊，就考了那么好的成绩，厉害！大头，我带你去楼下吃 ice cream。好，你的死人头啦！五福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休息。不要再叫我休息啊！我休息到浑身不自在了。大头，我们走。来，先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小心啊！小心。老妈，你没事吧？五哥，你亲到老妈了，你一定要娶她做老婆。对不起啊，我回头再来。对，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，对。对，你误会了，我的 Sigina，还不快走！五福哥说请我吃 ice cream 的。改天死人头啊，走啦！不好意思啊。老妈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你的头那么大，当电灯泡不亮死人才怪。但是你喜欢五福哥，怎么懂？神经病啊！谁跟你讲我喜欢五福的？你说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讲啊？不是跟我说，是你对你自己说的。我自己？五福哥啊，我还蛮喜欢你的嘞。既然你开口求婚，嘿嘿，那我就半买半送，娶一个老婆，又有一个儿子，多划算！嘿嘿。你的头啦！我说的话你又把它当真啊？神经病！是老师教的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老妈，你就是喜欢五福哥，才会连做梦都想嫁给他。你就跟他斗一斗吧，你才不会输给他的。输给他？我当然不会输给他啦。可是你没有看到刚才那五福的样子吗？他看到他的时候啊，他眼睛啊发亮的。
做人呢就要懂得自动，要挡着地球转嘛。可是她不是个好女人。你也知道？我听琪琪的妈咪说的，她说那个女人来历不明，一定是想利用五福哥，五福哥迟早死在她手里。哎呀，死什么啦？小孩子这么八卦做么？老妈，你更八卦。这种不是叫做八卦，人家五福哥帮过我们的，我们也应该帮回他。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不怀好心啊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老妈，你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把你当成她。哎，走。最近我比较忙，所以没有打电话给你，都不知道你进了医院。见到你就好啊，这几天没有接到你的电话，你心里怪怪的，我担心你会出事。我没事，最近我忙着办我弟弟的出国手续，他很快就要到美国去动手术了。这样就好了。等他从美国回来，你跟他讲，我带他回宜春，带他去抓鱼、种果子、种番薯、看日出。五福啊，我弟弟不管手术多成功，都希望你多多的照顾他。我一定会照顾他的，他是你弟弟，就麻将是我弟弟一样。谢谢你啊，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我这一生中遇到最好的人。你也是我这一生中遇见最难忘的人。咦，真肉麻。我也要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即使我对你隐瞒了很多事，你始终没有怀疑过我。对，你今天麻将有点怪怪的，你没有事哦？是吗？你的病？我的病只要按时吃药就能控制住，我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吃苹果吧。好吃，很甜。咦，这个男人好像哪里见过嘞？死人头啦！你以为你自己在拍摄电视剧吗？哈？到底在哪里见过他嘞？是他！哎，那这女人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果然有问题。你弟弟在美国的手续办好了吧？放心吧，他在美国的花费我一文不少，照单全收。当然，这得看你的表现。时候到了吗？我快要坐牢了吧？明天莱恩斯被调查了，这几天应该有人找你问话。不过你应该知道怎么做，该说的你就说，不该说的最好一个字也别提。那五福呢？你到现在还想着他，他和你一样，就快被调查了。不过能死在牡丹之下，做鬼也风流，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吧？你看到对面跟那个港女多在一起？你看错人了啊！哎呀，我这个人没别的厉害，最厉害就是认人。我跟你讲啊，小的时候偷看我冲凉那个臭男人啊，到现在我都可以认得出来呀。可是人有相似，而且你只看过一次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你做梦！他被狐狸精迷住了，我要打醒他。喂，你说谁是狐狸精 ？Dream 啦 ，Dream 不是狐狸精。他是。我说不是。他是。我说不是。不是。好气哦，你们两个！哎呦，你呀没大没小，你也是啊，大头是小孩子来的嘛，你刚认真做么？
Dream 不会害我的。你们在讲 Dream 的坏话，你们就不是我朋友。你说真的啊？嗯。大头，我们走。为什么？有人呢，宁愿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都不相信我们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我们走。Dream 不会害我的。好漂亮哦！这件更棒。这件不错，可以做参考。嗯。Krista， 嗯，我那笔钱你要尽快转出去啊。没问题，星期一就帮你办。这件最漂亮了，我喜欢这风格。还要等到星期一啊？现在也行，不过你真的那么急吗？我不是告诉你原因了吗？这笔钱不调出去，我怕会被扣留。如果这笔钱出了问题，那我们的屋子就建不成了。放心啦，我马上回公司帮你办。喂，我找琪琪。谁找琪琪？找她干嘛？我是大头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他。哦，她现在准备考试啊，一概不准接电话，尤其是男生的电话。你妈咪交代的。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妈咪的话啦？哦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跟你妈咪啊是夫妻同心。惨了，我以后的日子。你的里不是没有人情味的。2分钟。OK， 谢谢 Daddy。喂，我是琪琪，有话快说，长话短说。OK， 我老妈已经决定不理了，只能靠我们2个的力量才能救她。哎呀，你说的乱七八糟，我怎么知道你想说什么？抢救你大舅啊！大舅。雷暴兄弟，雷暴兄弟，已经少了一个，就是你，害得我大哥坐牢。我今天就是要为他报仇。哼，你干什么？我的脚痒。哎呀，很痒。很痒。护士，护士啊！陈武福，你又在做什么？我的脚很痒啊。忍一忍吧，痒又不会死。我痒了这样子，你还讲这种话，你一点同情都没有的，你是不是护士啊你？大舅，福福哥，来的真好，快点，我的脚很痒啊，快点帮我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大头上，好。哎呀，够了，我不痒了。还好医生说我明天可以出院，要不然不是闷死在这里，是痒死。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那太好了，那他就找不到你了。谁找不到我？我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说雷暴兄弟老弟找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就是被他手下打到进医院的，我刚才梦到他来杀我了，帮他老大报仇。你说他会真的来杀我啊？大舅，你以为是在演黑帮电影啊？大头，你不是有东西要给大舅看吗？哦。看什么？看照片哦。照片？什么照片？你班上的照片啊？这个你老师啊？很漂亮哦。当然啦，他是高老师，他有个 fan club。fan club 是什么来的？你真老土哎 ，fan club 都不懂。没有这张东西，那个叫 Dream 的女人就找不到我大舅了。那他不会发现吗？放心吧，我大舅是个科技盲。
不是，快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陈鲁福，别闹了。不是，我没有闹啊，还好我做梦啊，我有心理准备，要不然我是死翘翘了。你做梦也当真？不是，你要救命啊，真的要救命啊！我现在就要赶去救命，有个病人很危险。不是，你不要走，胡子真的有人要杀我啊！不是，你不要走，胡子真的有人要杀我啊！我已经告诉老板了，我5夫走了正，站了正，我不怕你们这种人的。没有，大哥叫我送他过来你这里。二妹，我终于出院了，我决定在这里住几天。啊，不行啊，大哥，怎么不行？物质量大间，不方便的。这么不方便？我是大哥，你是妹妹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啊。对呀。可是我这里只有1间房间，另一间屋主锁起来了。没有关系，我睡哪里都可以的。来，哎，那这里就好了，这里就很舒服。OK 啦，我就让你暂住1天。可是明天一早我就买车票让你回渔村，这可不是我的意思。妈打电话来说一定要你回去。我不要回去。你不回去也得回去啊，这是爸妈的命令。我不回去啊。大哥，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？回去吧，你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大城市的。在渔村里生活逍遥自在，想抓鱼就抓鱼，想爬树就爬树。要在海边你发呆1整天，也没有人说你不是生产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干嘛要来到这个大城市？其实我也好怀念在渔村的日子，在那里我可以光着脚到处跑到处跳，哪像在这里每天都要穿着那麻烦透顶的高跟鞋，还要露出虚伪的笑脸，提防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也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。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。老妹啊，大哥，你再不回去，恐怕连你也回不去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。你自己慢慢想吧。喂，我是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嗨，我约了一个建筑师，他们新屋子的设计，你现在走得开吗？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我的包包。啊，对了，我那笔钱你还没汇过去啊？哦，银行间需要时间互相确认，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啦。我办事，你放心，没问题的。你办事，我当然放心啦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不玩一玩才甩开，那就太浪费了。
，Krista，反正还有时间，不如我们不要啦，我们就快结婚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家里还有别人呢。谁呀？啊，没有，我想到。大哥。大哥，我们先出去了。不可以，大妹不是打电话说今天要一家人吃饭，要帮贝多芬践行。少我一个没关系啦。啊，不可以的，一家人吃饭，一个都不可以少。来了哈，大哥，快上！我看有空也不要来了哈。四乡八老，迟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只要你心里有宜春，不管你去到哪里都是宜春。只要你心里有大海蓝天，不管去哪里都有大海蓝天。如果你想把鞋子脱掉哦，到处跑，到处跳，你不管去到哪里，还是可以把高跟鞋脱掉，到处跑，到处跳的。如果你心里没有宜春啊，不管去到哪里你都不会开心的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宜春啊，不管去到哪里你一样开心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当年爸妈说要收养你的时候啊，我是第一个反对的。是吗？我当时啊，怎么看你都不顺眼，他们还要我叫你做大哥，我真是100个不愿意啊！哇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这样糟糕啊！可是现在呢，我却因为有你这一个哥哥而感到高兴。我也一样，很高兴有你这个二妹，还有大妹、小妹，还有阿爸阿妈，还有妹夫琪琪、华裔贝多芬。哎，大姐。贝多芬喜欢吃黄色，你舍得啊？为什么舍不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一向来找男朋友都是不犹豫的嘛。贝多芬也是喜欢吃这个。我看得出你对贝多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贝多芬喜欢吃这个，贝多芬喜欢吃那个，全都是他喜欢吃的。那是因为他要走了吗？我们应该煮一点他爱吃的东西，让他好上路啊。什么好上路啊？你以为你东东抢啊？差不多了，反正他这一走就不回来了。他敢？是我叫他不用回来的。你神经病啊！喜欢人家就叫人家不要回来。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我连哆来咪发嗦都不会啊。他这样一走，我们就sayonara了。将来他当他的音乐家，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他答应了，他有的选择没？你真是的，人家都是为自己打算，你呢，自己吃亏，便宜别人。就我爱他。贝多芬，你在哭啊？可是你的琴声很悲伤，我听了都想哭。好词好句说，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又说没有分离的不舍，哪有相聚的快乐？当你比赛结束后再回来找我小姨，不就可以继续你爱我，我爱你了吗？不，我再也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琪琪，那是个你不了解的世界。大家从世界各地飞来，为的就是争第一，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争第一。争到了，欢喜若狂；争不到，就痛哭流涕。我这次回去，不管争到还争不到，我都不会是现在的我了，你明白吗？
我喜欢钢琴，可是我讨厌比赛，讨厌把钢琴当成名成利就的工具。可是，这好像是我的宿命。我一出世，我父亲就给我立下目标，活着就为了争世界冠军。3年前，我落跑了，我逃离那个世界，可是我还是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跑不掉。今天的菜，嘿嘿，不是我煮的啊。我知道啊，这几道菜啊都是我们的家传菜，还有渔村的味道。大姐，你亲自下厨啊？不是。哦，原来有人为了情郎准备最后的晚餐。你就这样摔嘴巴嘞？我不是有意的。没关系啊，大家吃吧。来，吃。你们怎么啦？干嘛那么近？欢送贝多芬出国比赛啊，不是应该开心的吗？对啊，应该开心点的嘛。来喽。我们去祝那个贝多芬啊，旗开得胜，那个世界冠军啊。祝你名成利就。爹地妈咪，你们太现实了吧？贝多芬不要听他们的，你尽情享受你的钢琴就是了。祝福你。Good luck， 贝多芬，干杯。好咩？妈真不是闹的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大家都在给贝多芬敬酒啊！我在想东西想不通。大妹，你说汤匙好还是筷子好？你莫名其妙嘞。不要管他，我们大家吃，来，吃饭嘛。贝多芬，吃个鸭腿。都收拾好了。啊。记得再检查多一次，该带的记得都带走。啊。你的班机是在凌晨3点，记得不要睡过头，搞不好飞机都飞走了。哦。那机票，还有换了一些英镑给你。我要睡觉，不会去送你啦。哦。OK 了，就这样。佳慧，这是单程票。当然是单程票了。你知道光是一张单程票就要花我多少钱吗？再说，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地方，能够养得活音乐家吗？你如果要去，就去什么维也纳啦，什么巴黎啦。又不是第一次跟你说这些了，你干嘛是要我重复？哦。佳慧，有什么事啊？这个给你，里头的曲子是我弹给你的。在你走之前，能不能为我弹一首曲子？这样，即使你不回来了，我也能够记得你弹的曲子。我爱你。佳慧啊，贝多芬要走了，你不要送他吗？
大哥，大哥，这么迟了，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我不懂这样比较好，还是那样比较好，所以我要等你下来问清楚。这个怎么卖 ？Hello， 这个怎么卖？一个10块，3个10块。那麻烦你收钱。谢谢。为什么你还在这里？我看见稽查人员来了，快点。你是为了戴护照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糊涂的？我不是有提醒过你，一定要检查清楚，该戴的就不要留下吗？我不走了。啊？我不走了。你在搞什么鬼？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笑，因为我开心。你开心？我开心，因为我现在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多亏大哥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是快乐。大哥，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马上回答我，想都不可以想，要马上回答我，懂不懂？这样才表示你心里真正的想法。好，这样你告诉我，你要星星还是月亮？星星就是你是世界冠军，著名的钢琴家，有一个美女天天陪住你，有名气又很有钱。月亮就是你不是著名的钢琴家，你不是世界冠军，不过你可以过你想要过的日子，最重要你可以跟小妹在一起。现在告诉我，你要星星还是月亮？月亮。笨蛋。不过有时候做笨蛋也是很好的，至少可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做一个快乐的笨蛋好过做一个不快乐的聪明人，我有没有讲错？你真是的，好听不听你要去听大哥的话。你明知道他最厉害，却搞到天下大乱的吗？不，我谢谢大哥，我谢谢大哥，让我豁然开朗。大哥说的对，随着自己的心走，那就不会有遗憾了。佳慧，没有你，我只是个弹琴的机器，永远也弹不出有感情的曲子。轻轻的我感觉心被牵引，轻轻的留下